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培育下一代成为社会的主人。然而，在科技和社会快速变化下，要如何培养国际视野和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了重要的课题。108课纲上路后，教育部积极推行素养导向的教育模式，希望学生能脱离僵化的学习方式，将学科知识与素养结合，具备探索、思辨、沟通等多元能力，并实际应用到生活中。然而，新课纲上路至今已有4年的时间，教育现场的实际情况与理想模式仍存在甚大的差距。如今的教育圈发展出多元体制并存的模式，同时教育部也积极推行放下考试制度的108课纲，这些无疑都是当代教育的新突破。不过，面对新课纲中的种种问题与挑战，教育部与各体制的推行者都还没有一个完整、全面性的方针。因此，我们将借由访问各体制的参与者，探讨教育现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观点。今天我们来到师大附中，访问洪义文老师对课纲现行教育制度的观察以及看法。不管是校内或者是校外，我接触到许多老师对于新课纲并不是那么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它带给老师太大的负担。可是深层的原因是在于谈素养这件事情太空泛了。素养是什么？然后再加上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变动，导致于引进了所谓的学习历程档案这件事，导致于许多老师又要应付传统的教学，又要应付学习历程档案，还要想办法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对老师而言，这一步实在跨得太大了。面对108课纲快速且庞大的变革，在缺乏完整配套与培训的情况下，许多现场的老师都感到相当的措手不及。除了老师之外，实际参与在课纲内的学生与家长，面对课纲的变革，其实也有许多的不适应。因此，我们访问到了一位高2的体制内学生，以及一位私立高中的家长，分享他们在课纲变革下的观察与想法。我个人是支持教育部现在所推行的新课纲的方向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整个素养导向，它所强调的3面走向的这些能力，它最主要的都是在培养我们问题解决的能力。那这个主要体现在2个面向，第一个自主学习，第二个是各种专案的开展机会。那在自主学习层面的话，因为我们平常在学校所学习到的东西，都是给予我们这些输入这些资讯嘛。那这对我来说会是相对落伍的，因为学校所学的跟未来我们在产业界所运用的东西确实还有一段落差。而自主学习这个方式，就是能够把学习的主人从我们被动的去在教室的课堂上学习，然后能够把这样的学习权交还到我们自己的手上，然后去练习怎么把自己需要的资讯排列组合成自己所想要的内容，然后把这样的价值输出出去。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新课纲，它给予我们了很多专案开展的机会。这包含了像是多元选修、加深加广、微课程，或者是每一科各自的专案。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像是地球科学来说好了，就我在高1的时候就有曾经去做过几篇，在老师的引导下做过几篇像是资料的分析、媒体的识读，并且结合地科领域的知识去验证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讯息是否正确。那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那这些我觉得可以归功于新课纲它所强调的这种自主的精神。那如果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主学习和专案开展的这2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学生在培养问题解决的，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学生在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们在感受到课纲的理想与现实是不是之间的落差有多少的同时，我自己觉得说会需要去体认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一把尺不一样。所以在感受到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时，所对应产生的感受也会是不同的。这是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像我自己可能觉得，现在制度面正在走了，那短期上来说，制度面已经在走，对我来说是一个就足够了。但别人可能会觉得说，现在教学面的风气还没有跟上。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它是因为新课纲它想要的改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现在虽然已经教育部有制度层面的改革了，但是实际上，不管是老师、学生等等立场的各个层面的人们，他们的理念、意识，这些都需要长时间去验证，说究竟这个新课纲可以走到什么方向。所以，虽然现在现实跟理想是有落差的，没错，但我觉得这是可以
透过时间的渐变，然后慢慢的去验证，去等待说它能够慢慢兑现、慢慢实现的一天。总体而言，我觉得教育部的新课纲用意是好的，它让孩子有更多多元的选修方法，而不是只拘泥在基础一些学科的学习。但是必须说新课纲才刚开始执行几年整体的执行的这种成效，还有执行的这种计划还并不够周延。那么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资源的分配也不够清楚，所以学校的老师、学生跟家长都必须在各方面做不同的努力，来帮助孩子能够在新课纲底下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新的课纲里面有很多有关于素养的养成的学科，然后还有一些多元选修的这些学科。那我必须说，因为我们是念私立的高中，那么这些的选项呢，在相对课业课表的安排下来讲，时间并不够多。那么学校已经有尽最大的努力帮他们做各种不同多元选修的安排。那么我的孩子也因为这些多元选修，他有选上他喜欢的学科，譬如说他选了解剖学，还有选了眼科，他对于眼科这方面很有兴趣，也做一些眼科的这些基础的学习。但是因为时间很少，基础的这种扎实的学习的时间并不够多，所以就沦为只是为了申请大学的一个表面的工作而已。108课纲上路3年以来呢，我觉得让我的孩子变得更忙，对，因为他们必须做的paperwork 很多，然后譬如说学习档案这些制作，还有各种不同多元选修学科的这种学习跟报告的写作这些。那么新课纲去年是第一届嘛，对，新的108课纲这样子。那么这些成绩比例的分配呢，也给第一届的孩子做了很大的冲击这样子。那我希望就是说，既然有这个课纲的安排，那么在整个课程的这种分配还有时间的运用上，能够有更多的弹性，让孩子可以根据他们喜欢的然后适合的科目来做更有效的发展跟学习。虽然课纲的立意良好，已经开始尝试翻转考试导向的教育，但理想化的课纲在教育现场并没有被完全贯彻，升学主义考试制度依然在主导学生的学习。想要翻转教育现场的教学模式，并且完全施行课纲，究竟还需要面对哪些的挑战呢？实际上新课纲，特别是108课纲这一件事情，它造成了现场很多的焦虑不安，教学现场、老师还有社会上家长、一般的社会大众对于新课纲是质疑的。那新课纲造成这样的因素，主要是在于我们误以为旧的那个课纲，也就是99课纲，老师已经成长了这么多，但实际上老师大概只有改变这么多。如果我们教育要改变，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过去传统的教育思维是用工业生产的模式，我们的教学都是单向的传递，而不是一个双向的沟通、讨论，最后得到答案。但是这一件事情要实践素养教学这件事情，它有很大一部分要留给学生进行对课程知识的探究。要怎么样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他就要设计提问，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的老师而言是困难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深层的问题化作是表面的问题，就是说课程进度是有压力的，我上课都上不够的，我怎么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以被回答，但实际上最困难的是在于过去我们师资培训的课程里面不太重视这一块，我们的大学授课的师资他们本身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怎么期待我们培育出来下一代的老师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是现在在职的老师怎么样回到大学进修去学会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有很大挑战的。所以在新课纲上面，大家就误以为老师有这么多，所以在往上叠这么多，但是却忘了老师只有这么多，教学现场只有改变这么多，这么多跟这么多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大家知道那中间要转换是很痛苦的。新课纲在人员的培训、思维的翻转、教育模式的改变以及制度的调整上，都带给了教育现场相当大的挑战。
另外，在教育体制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补习班。补习班担任了辅助教学，甚至是启蒙教学的重要角色。那么，在补习体制内的老师，对于课纲的变革与实施又有什么看法呢？因为我是很少数，因为在体制外，我是能够看到从小学到高中所有教育的一个变革跟连贯性的人，我就会发现啊，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连贯国小、国中、高中的课程。在国中的部分，我觉得差异性没有这么大。是因为国中的考题，我观察了很多学校的小考考卷，还有他们的段考考卷，我觉得跟就是新课纲实施之前根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就会变成学生其实很错乱啊。因为小学都已经可以学到这么开放的东西，可是我怎么国中又变得分数斤斤计较之外，然后考的东西还是很多记忆性的呢？这个其实对国中生来讲，我觉得也是他们痛苦指数很高的。然后最后对高中生来讲，高中生这一端呢，文言文降低，可是他们无感。无感的原因是因为文言文比例降低，还是很多老师把所有教学的，只是那个进度松绑而已，而教学的重心一样哦。在台湾的高中，国文一直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文言文老师才仔细教，白话文觉得你们都会看，就给你们自己看，所以就变成学生很痛苦，是因为他要自己学的东西更多，可是考试考出来的时候，他对应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一个学习成就，因为整个学校连考试跟教学都完全没有跟上。因为我所在的地方是大家所谓的明星学区，我所收到的学生几乎都是台北首善之区很有名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我就是很明显看到课文还是那样教，考试还是这样考。可是我们想要看到他能力的长成，绝对不是你今天来报1个学期的补习班，你就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成效的。你不能要求一个小学生他6年从来都没有读过课外书，可是你要在素养教学里面一下就要增加他的素养，就是他必须被更长时间的去累积之后才能看见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他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太过速效的事，所以导致很多学校老师其实在考试的层面啊，或者在教学层面啊，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被落实下来的。补习班就是被定义了嘛，它就是有商业行为的教育，所以呢，家长还是会要分数啊。可是要分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的事情是，比如说我刚刚讲嘛，国中这一块就是最难改变，因为整个学校连考试跟教学都完全没有跟上，不能够完全执行。我觉得包含一件事情，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好，108课纲要求所有的知识要能够更连接生活。那问题来了，每一个人定义的生活都不一样，有人想过的生活就是实用就好啊，有些人的这个生活在就是基本需求以上，我还要有什么追求自我实现，那什么叫做生活化？这件事情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啊。现阶段在课纲的推行上，除了因为教材的选择与连贯性的问题外，在基本的价值认同上也产生许多分歧，素养导向与考试导向之间的拉扯在国高中，特别是私立学校最为显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私校家长对于课纲变革的洞察。进学校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家长说，小孩不用补习，跟着学校课程走就对了。但事实上是看到的前10名、前20名的，都是2年前、3年前在补习班就已经学过这些东西了。那其实一个很变态的环境是，国小去补国中，国中再补高中。如果这真的有用的话，台湾应该出了20个诺贝尔奖。但是台湾的大学生跟研究生在国际上的程度，事实上是远远比不上这些西方先进国家。原因就是揠苗助长，跟你根本没有开发他自己真实的能力。他只是一个刷题刷出来，就是他会写会解，但不知道为什么。那这种人在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出来的问题他以前没写过、没解过，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去找他的家长跟老师说：“老师，这题怎么解？”而不是说：“这题我要尝试着分析怎么去把它解开来。”我想这种就是我刚才讲科举制度下面，大概学生这种能力是不可能被培养出来的啦。那学校对于学生价值的认定也都是用分数来认定，但是
老实讲，这个社会其实真正对社会有没有，就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其实不是看你的分数高低，那否则就台大医科来台大法律来治理国家，我们应该是最优秀的，对不对？那事实上其实未必。体制内最大的优点是，所有事情大家都帮你瞧好了，就是你跟着原来的路，包括你该去哪里补习，去哪考怎么样的，刷怎么样考古题，然后这一科呢到底怎么读，那大家都很清楚。你要怎么样获得高分？那体制内的缺点就是你大概会没有什么自行发挥的空间，那你的创造力也会在这一次一次的训练之中被抹杀掉。那未来你以后可能出了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效率的 follower， 但是你不会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一个 designer。我想体制外系统就解决问题能力跟终身学习能力方面，是否优于台湾体制内？我想还是的。毕竟在这种所谓国际班环境里面，就是做专题讨论的机会会多，但是这样的体系里面的师资是不是足够专业到可以引导这些学生？我所谓的引导，并不是告诉他们答案是什么，而是跟他们讲研究方法，要去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 resource。我想我目前遇到，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啦，但是至少跟体制内比起来，已经是比较好一点的。从以上体制内教育系统参与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体制内课纲变革的仓促，在人力的培训、课程的连贯与师生的适应等方面，都仍需要更多的调整与努力。而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方式，也需要时间才能慢慢蜕变。在体制内试图翻转考试导向教学的同时，有另一群也致力于发展跳脱传统的教育思维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外学校。体制外教育被赋予了更多创新、前卫、实验性的价值与期待，但在实务上面是否能够真正有相对应的成效，仍颇受质疑。因此，我们决定访问一位于体制外任教的老师，对于教学现场的观察及对于此体制外制度的看法。我现在在的学校是 IB 国际文凭的学校。那它在别人眼中，我们算是一个体制外的学校，因为我们采用的不是教育部的教科书，然后是我们自己老师设计出来的课程，所以跟教育部的课纲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 IB 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的108课纲是很相似的。在课程设计上面，因为我们是由老师们自己自发性的去设计自己的课程，然后自己设计想要教的内容，所以就不会是按照课纲里面的内容，然后说要教什么你就必须教什么。所以说我们会调整说，会把东西浓缩成主题式的方式在教学。那也希望我们的教学方法能够跟同学互动，然后引发出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而不是只有讲述性的教学方式。这个是跟体制内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在课程设计搭配的课程评量，因为它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给的内容不会只有在纸笔测验上面，也会有论文的写作，也会有实验的探究。这跟一般的学校非常的不一样，除了考试之外，教学方式的改变是一定会有改变，就是从我们一般的讲述法变到是探究式的教学。光这个就是你要必须设计很多很多的 inquiry question 探究的问题，然后让孩子从这些问题里面找到他要的答案，或是他的论点跟论证。那备课的方式是完全不是只局限于在一本课本上面，它可能是要多方资源的备课，比如说可能是影片，然后可能是体验式的方式，比如说我让他手做，然后让他了解说这门课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体制外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除了强调适性扬才、弹性化发展与评量的多元性外，对于课外的学习与延伸也是相对重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体制外家长对于创新教育模式的体认。目前小孩子念的这个国际学校，除了也很重视一些体能体育的一些课外活动之外，他们也很不断的提供小孩子在不同领域，就等同是自由班的教学模式。如果你有兴趣探索，不管是 for 奥林匹亚 for 机器人 for 各式各样的比赛，甚至一些类似模拟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小孩子愿意去 try，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try，而不会只是说我们不断的是训练自己考试的能力。以前我们可能不断的在重复考试，现在可能会是你对
生物这门研究有兴趣，我们针对生物科学的研究 biology 的研究，我们去投入，去做一个 program， 做一个研究计划，甚至去参赛。maybe 你对机器人有兴趣 ，OK， 我们对机器人这个 study 的项目去投入。所以以后的补习可能会是研发创新式的补习，而不是单独在知识的 repeat 考试的补习。这是我个人期待。如果是这样，反而是正向。台湾就是从国中、高中不断的在补习，不断的在考试到大学。所以台湾的大学进去之后，要求的严谨度以及严格度就很明显的弱于国外的大学，尤其是欧美的学校。为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在小学跟国中，就学生来讲，不断被压榨之后，他到大学他觉得他 open 的解放了。可是相反的，国外大学，尤其比较优秀的大学，他们更要求的是你在大学之后的表现。大学这个严格度是更高阶的，几乎跟台湾的整个教育模式是颠倒过来。所以如果你询问我解决问题能力跟中心学习能力，我们感觉到大学是进去之后反而丧失了这两个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终身学习，因为觉得不用学习了，我已经考到好大学。可是在国外是这两个人在大学是最严格被要求，你一定要提供出来，以符合你事后可以在就业市场马上顺利衔接。体制外创新的教育模式在台湾的发展存在日益蓬勃的趋势。从108课纲的施行，也不难看出台湾教育系统逐渐采纳多样化、适性化的教育愿景。以台北市为例，目前已有2所公立国高中率先导入了 IB 体制，以公办的方式推行不一样的教育。它的课本课纲其实真的还是一样，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传统的什么翰林南一那些的，但是说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像某些课程，它可能会引入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不会完全照着那个完全照课本流程去走，就是会有稍微不一样，但是其实好像大致差不多。唯一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每一科都有专门的一个 IB 报告。IB 报告呢，可能是会要写一些心得啊、报告啊，或者是对，就是有一些额外的作业要去做。那么，但是呢 IB 的相应点就是可以拿到 IB 分数。就说 IB 的这个体制呢，其实让我看到了各种更多更不一样的一些视角或是观点，是因为 IB 它其实是它培养的是要让学生去尝试开拓自己的心理，去探索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 IB 他们所想要推广的。那么带给我什么影响呢？影响可能就是说会让我用更多更不一样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而不是通过自己以往狭隘的思想去看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就是说 IB 呢，因为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报告，所以其实你要去查阅非常多的资料，你也是要花非常多的心思去做的。我的学校课程进行方式呢，我觉得呢，还是其实有点介于说在要选择 IB 还是选择传统体制，有点捉摸不定的感觉，只有一下子要走体制，一下子要走体制外。我觉得假设要他们应该就是专注去专门走 IB， 那他都申请到 IB 这个文凭，在 IB 的官网他是正式认证学校，也不是候选学校，那他应该专注走 IB 这一块，而不是说什么有一部分又体制内然后有一部分又 IB， 就是说有点太过于捉摸不定了。台湾的教育还正在摸索属于自己的执行方式。目前我们已有了明确的方向，现在需要的是找到适合我们的方法和制度。体制外与体制内的教育方式虽然有各自的优缺点、理念与执行方式，却都有着共同的目标：翻转以考试和升学导向的教育现场，并培养学生终身受用的能力。升学主义，大家想象当中就是说，因为升学至上嘛，考试至上嘛，对不对？那我提供了多元入学的一个方式啦，大家应该要比较松绑啦，等等等。而是我看到的是最严重的基本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就是从国小到大学，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母语教育，根本没有很好的连贯性。出版商他可以从国小做到高中的教材，可是他有没有同一个人？就是真的去做出那个提纲挈领，把国小到高中全部做出一个，我们题目不要重复，我们选文不要重复，我们选文真的有进阶式的一步一步让学生成长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升学主义、精英主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没有呢？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变革，跟过去比较起来，那这个变革是不是能够 promise 我们在未来
能有一个 better future， 一个比较好的未来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来切分来看的时候，现在的课纲改变的确为台湾的教育改革开了一点点窗子，开了一点点门，让光线透进来。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考试制度的改变，而是在于教学现场的改变。教学现场的改变包含教学思维、教学方法、课程设计这些东西的变化。教学方法、教学思维，这是历年来课纲最没有碰到的事情。虽然我们一直喊素养、9年一贯的能力导向教学，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碰到最核心的，老师要如何改变，这我想是最核心的。台湾的体制内教育从考试导向逐渐蜕变为以素养、多元发展为方针的教育体制，和过去相比已经是一大突破。希望台湾未来的教育会持续改革，成就更多元、适性、真正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体制。就如同均一教育平台董事长严长寿先生所说，教育现场应该培育学生3种能力：做人的能力、生活的能力和做事的能力。这些都是测验考试无法评断的。期许有一天，台湾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根法，适合自己的土，好好灌溉台湾的学子，犁下一亩教育的良田。